他是六道下的第一人，火影中最接近六道仙人的忍者，甚至有人说他比辉夜更适合做最终 BOSS。这个忍者就是宇智波斑。作为一个火影粉丝，不可能不知道斑的压迫感有多强。一个 B 级忍术好火灭却，联军10几个水遁忍者才能勉强抵挡。对无影中最强的大野木说，哪有大人跟小孩子发脾气的道理？有哪个动漫的反派能把2位主角先后杀一遍？就算自己被揍得半死，也敢嚣张地说，我宇智波斑愿称你为最强。这就是岸本笔下塑造的最完美的反派，就连岸本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让鸣佐打败斑。那么宇智波斑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如果没有辉夜，鸣人佐助能否打败斑？宇智波斑的实力并不能够一概而论，每个时期的表现力也不同，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：永恒万花筒时期、轮回眼时期和最后的六道时期。我们先来看斑生前的战斗力。宇智波一族的查格拉总量本身就很大，斑又是少数拥有全属性体质的忍者之一，7种查格拉性质的变化，理论上可以使用全部属性的忍术，在体术、忍术方面和筑间难分上下。当然，衡量斑强弱的关键还是瞳术。斑的万花筒能力不详，但可以从右、佐助、带土等人身上看出万花筒的可怕。瞳力的加成具体表现在幻术和洞察力，还有独特的技能。曾有人说斑的万花筒是增幅忍术效果，因为斑总是能够把普通的忍术用出毁天灭地的感觉。也有人因为因陀罗血统的关系，再加上佐助用天照时，斑随口说的区区杀力不及我1分，推算出斑的能力是天照。这些都仅仅是猜测，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斑被称为宇智波一族的战力代表，再加上万花筒，这时期的斑已经算是影级别中的高阶段位了。而此刻斑的眼睛还仅仅是万花筒。斑在移植了弟弟全奈的眼睛后，进化成了永恒万花筒。此刻斑不会失明，开启了完全体须佐能乎。但请注意，并非需要永恒万花筒才可以开启完全体须佐能乎，而是将眼睛开发到极致，便可以解锁完全体，没有副作用的绝对防御。随手一挥，数座大山崩塌，和筑间木盾的擦枪走火，造成远超几倍于迪达拉的自爆范围。这时候斑的硬实力已经远超影级，而他的瞳力控制也是整个忍界巅峰级别的存在。一个眼神让九尾瑟瑟发抖，逼迫九尾签下了卖身契，控制九尾和须佐融合。历史上第一个微装须佐能乎出现了，筑间不得不发动木盾，同时开启了仙术，用千手大佛抵挡。真术千手是筑间针对鬼兽的术，在此术下斑的须佐能乎破碎，但大佛也随之碎裂。所以那些说斑和筑间实力差距很大的，有些过于低估斑了。这时候的斑和筑间已经是忍者之神的地位了，这俩人打架，别人除了观战啥也干不了。在第4次忍界大战时，秽土斑出场时，真的很怕他对10万联军忍者来一句：你们被我宇智波斑包围了。斑先是展现出了一流体术，冲进上万联军阵营，拳脚功夫毫无破绽，所谓的精英上人们却连他的身体都碰不到。同时斑也精通各种武器，拿自己的团扇当须佐用，抢别人的武器也是熟练操控。随着眼珠转动，写轮眼的洞察力也被完美彰显。忍术方面，一发好火灭却，10几个水遁忍者才能抵挡。开启须佐能乎，完全就是在用吕布玩三国无双的感觉。当轮回眼召唤陨石天降时，联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这是只有神才会有的力量。2颗陨石的威力，就连影级别的大野木也没有办法安全扛下。相比生前的实力，此时斑身体中多出了筑间细胞和轮回眼。要注意，秽土转生虽然是无限查克拉，不死不灭，但也限制了忍者的发挥。也就是说，花树界降临差点灭无影，完全体须佐能乎力劈大山，仅仅是斑真正实力的一部分。在被轮回天生复活后，轮回眼的真正力量才浮现出来。这时候的斑可以使用轮回眼的所有基础能力，也就是长门使用过的6种特殊能力，同时也可以制造黑棒。之后经过了筑间和飞间，斑的一只眼睛就可以发动轮木边域，是一种非6道之力看不到的影子，坑杀了佐助，瞬间击倒9只尾兽，不费吹灰之力通灵外道魔像，顷刻间封印9只尾兽，抽干鸣人，反杀佐助。这才是轮回眼状态下斑的真正实力。毫无疑问，轮回眼状态下的斑实力已经超越了筑间。斑的巅峰时期也就是6道模式，此状态下斑的体质得到了质变，可以浮空，操控另一种绝对防御求道玉。同时求道玉可以自由变换形态，攻守兼备，速度、力量、忍术也得到了大幅度增强，免疫忍术伤害，可以轻松摧毁秽土转生的身体。最 bug 的还是6道仙人体的恢复能力，硬扛下叶凯的斑仍然可以在超短的时间内恢复。我麦特凯愿称你为最赖。同时斑也解锁了6道级的各种仙术，随口一发蓝盾光牙就打断了鸣人求道玉制作的武器。但在面对2个获得了6道之力的忍者鸣人和佐助时，斑还是有些招架不住的，但并不代表打下去斑就会输。这场战斗不存在碾压，所以反而突出了斑战斗经验的丰富。
明佐的配合，班能完全预判，短短几分钟就看穿了佐助轮回眼的能力。在被迟钝控制时，很机智的选择用轮木脱身，没有继续战斗，而是去找卡卡西拿眼。班很会分析局势，这点从他布局让明佐打败带土就看得出。提到班夺眼，就不得不说六道仙人体的另一个 bug 能力，眼睛随插随用，插上了马上就能用。班要是聪明点，拿着带土的防御神威，随插随用，六道加虚化，明佐直接摆烂算了。我们不是在救忍界，而是忍界在玩我们。在获得了双轮回眼之后，班的能力再次质变，一个眼神把小樱吓得直发抖。轮木边域从1个变成了4个，地爆天星的数量更是惊人。当靠近月亮后，班能释放出最终的大幻术无限阅读。这时候的班已经掌握了血祭网罗的能力，至此班的实力达到了巅峰，无限接近六道仙人，成为六道下的第1人。如果不是黑绝救母的计划，真不知道明佐要怎么打败班。反正我是没有找到打败班的方法，各位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独特的见解哦。